我们来到了中国最东边的城市抚远市。抚远市地处黑龙江省的最东边，当然也是中国陆地的最东边。它位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的地带，东面与俄罗斯以乌苏里江为界，北面则与俄罗斯以黑龙江为界。抚远有着华夏东极和东方第一城之称，也是黑龙江对俄5大口岸之一。与俄罗斯远东重镇哈巴罗斯克仅相距65公里。这个城市中国人称之为伯利，因为离得很近，中国和俄罗斯双方的居民可以互相去往对方的城市进行商业、旅行等活动。抚远也有着很多的俄式建筑，甚至很多地方的文字都是中俄双语的。因为在东北地区，冬天时这里的最低温度能达到-40度，更加严酷的则是两江交汇处的寒风，让抚远的冬天格外漫长。抚远是中国每天最早日出和最早日落的地方。抚远市区建在黑龙江边，与俄罗斯仅一江之隔。在夏季凌晨3点的时候，这里就能看到中国的第一缕朝阳。在冬季时，下午3点钟，抚远就会送走太阳，进入一片黑夜之中。我们这次来到抚远，狒狒最大的愿望就是去看看这中国的第一缕阳光。站在抚远的东极阁，不仅能够欣赏到中国最早的日出，也可以俯瞰到整个抚远市区。城市不大，但是景色很美。纯白色的黑龙江沿着城边流过，配上红艳的朝阳从山头冒出，一幅绝美的冬日画卷呈现在我们眼前。抚远市区建设的跟内地城市没什么区别，一切都井井有条。这里甚至还有高铁和机场。最有意思的则是城区的市场。东北严寒地区的市场都在露天摆放着各种蔬菜、水果以及冷冻食品，而不用担心冷冻和腐败的问题。零下几十度的气温也让这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冰箱。抚远的冬季鱼市也是非常有名的，无数的大马哈鱼、狗鱼都在露天摆放着售卖。我们还尝试了这里的大马哈鱼，一鱼三吃，味道真的很棒，不愧为乌苏里江有名的渔产。在抚远最有名的就是黑瞎子岛，它被称为抚远三角洲。这是一块被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冲击出来的冲积平原，是中国最东端的领土，距离抚远市区30多公里。岛上居住着一群黑熊，因为黑熊普遍视力不好，故而得名黑瞎子，这里也被称为黑瞎子岛。冬季宝塔以及冬季广场都在这片区域。如果你有很强的仪式感，早上可以来到冬季广场观看中国的第一缕日出。总之，来到这个祖国最东边的城市，你一定会有很多意外的收获。在抚远市，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去看看那中国的第一缕朝阳。早上4点多钟，承受着零下20多度的气温和刺骨的寒风，我们起床赶往抚远最高点东极阁。在东极阁看见第一缕耀眼的朝阳，看见太阳慢慢越过山头出现在我们眼前，那种感觉真是无与伦比。大家好，我是狒狒，我们现在在中国最东边的县黑龙江抚远，现在是早上的5点半，我们准备来看日出，在黑龙江的抚远迎接祖国的第一缕阳光。现在我左手指的那个方向就是东边，等一下呢，太阳就会从那个方向的地平线跃出来，然后逐次的照亮我们整个神州大地。那现在可以看到啊，那个方向已经有点发红了。我们现在赶快去山顶，就是抚远的最高点，叫东极阁，去看吧，那个点特别好。现在才5点多，这个天还没有亮透，特别的冷。然后去往东极阁的路呢，只能走一半，走一半之后就只能步行了。所以我们现在在中国最东边，早上凌晨5点多，在这边徒步上山去看日出。日出前后的这个气温啊，是一天中最低的。这会儿的气温是零下17度。我现在热气发出来，贴在睫毛上，感觉都快结冰了，很冷。是，就说今天已经温度回升了一些了，前几天零下快20多度了哈。他们这边最冷的时候啊，
过年前就是大寒那会儿，零下40度。哇，你看那边已经快要红了，看，对，很快就日出了。我们徒步20多分钟，终于看到东极阁了，在我们的眼前。现在是早上的5点40，大概再过10分钟，抚远的日出就可以看到了。抚远这边啊，是我们国家最东端的一个县级行政区，所以呢，这边的日出日落都是全中国最早的。就拿今天来说吧，这边呢是5点50分日出，而我刚刚看了一下祖国最西端的新疆乌恰，那边的日出时间是9点50，差不多要差4个小时呢。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呢，所以这边日出还算晚的。等到夏季啊，夏至6月22号前后，抚远的日出是凌晨的2点10分，而那个时候呢，我们国家好多小年轻还没有入睡，抚远这边天已经亮起来了。现在我们已经站到了这个东极阁的最高点了。这个阁上面写了4个字啊，叫紫阁生辉，就是整个是面朝东方的，也是寓意着紫气东来嘛。那我们现在从这个位置往下面看一下，整个的抚远市市区尽收眼底啊。再看看远方，已经有点发红了，但是呢，没有在半山腰的时候红啊。我感觉这会儿好像东边有点上云了，是吧？是的。即使我们的头顶现在是晴空万里，但是日出那个方向云层还有点厚，不知道今天这个观日出的效果怎么样。现在很神奇的是，这个红色地方就是马上要出太阳的位置，而那一侧月亮还在天上高高的挂着，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传说中的日月同辉了。哇，风太大了，我帽子戴不住，而且呢，这个风从这个缝隙灌进去，我整个耳朵疼，太冷了。大家知道吗？就是整个的抚远市哈都是位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冲积的抚远三角洲地区，所以这块的地势是非常平的。一会儿呢，可以给大家环顾一下四周哈，整个呢这一片都是看不到头的大平原，但是呢，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是一个市区边上的小山包，这边的海拔大概是276米，这也是整个的抚远市最高的一个点了。你看对面的那些山都比我们要矮的，对，我们现在所站是最高的。虽然现在温度不是很低，02度，但这个在这个小山包的顶部，就是这个东极阁的下面啊，特别的冷，风特别的大，呼呼的吹着，感觉我们的体感温度可能都接近02度，都30度了。那这个东极阁呢，也是最近这2年抚远市政府才开发出来的一个主要是供当地人休闲锻炼和游客看日出的一个点。那大家知道吗？最早的时候游客都是要跑得很远，去那个东极广场，就是黑瞎子岛那边离市区有大概40公里，要么呢就选择在沿江公园那儿，但那个角度又不是太好，所以当地呢也是为了发展旅游，在这个山包上的最高点修建了我身后这样一座非常壮观的东极阁。其实呢，我们俩今天本来也是打算去黑瞎子岛那边看日出的，但是现在啊，据说是冬季，那边有很多的点没有对游客开。为了保险起见吧，就因为那边离市区太远了，我们开车过去得40多分钟，那万一没有开，不就跑空了吗？所以我们就来到了市区的最高点。我觉得这个角度更好啊！你看太阳一会儿出来之后，整个这个黑龙江面和整个的还未苏醒的城市都会笼罩在一片朝霞中，很漂亮的。哦，太阳好像马上要出来了，在我们的眼前。哦，特别的冷这一块，我的手快冻僵了。我在这儿拿 GoPro 拍一个岩石。啊，我也是，我举着手机在拍，我现在心情太激动了，虽然我手机僵掉了已经。其实呢，大家知道吗？那个方向才是正东方，就是在黑龙江的这个水面上，那是正东。夏季的时候呢，太阳就从正东那儿出来，整个的霞光打在江面上，超漂亮。但因为现在是冬季嘛，大家知道这个太阳日出的时候，它是有个夹角的，在冬季的时候，那个夹角会偏向东南方向一点，所以就到了这里。
刚好从那个山头那位置出来。那夏季的时候呢，从江面那儿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太阳了，因为已经日出了3分钟了，而这边刚好有个小山坡的阻挡，所以太阳出来的稍微晚几分钟。哇，太阳已经出来了一半了。是的，一早上努力没有白费哈。而且我们今天来的时间特别好，对，来了基本上等了大概10分钟就开始日出了，太好看了！我现在都不想走了，我想在这儿一直拍。他感觉狒狒已经冻僵了，因为你要保持一个姿势的话啊，这手特别的疼。我脚也冷，现在全身都冷，这个风就透过这个衣服往里面钻。大家知道吗？我现在戴这个口罩，不停的哈热气，哈在这个口罩上之后全结冰了。对，现在我嘴巴包裹在冰层中，我嘴已经不太会说话了，不利索了。狒狒的手机直接冻关机了，刚才83%多的电直接冻关机了，现在只拿相机出来拍了。冬季在东北旅游啊，一定要多带点电池和电子设备。今早走的匆忙了，忘记给手机贴暖宝宝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6点13分。不知道北京有没有天亮？在这个季节啊，应该还没有吧？对，太阳刚刚从我们国家的最东边才照进来哈。从这个位置开始呢，我们整个祖国都即将要迎接温暖的阳光和白天了。这个风的话，你车的体感温度感觉能接近30度，零下30度到零下40度。这也太漂亮了吧！现在整个城市啊，有烟囱的都开始冒烟了。是。东部人民起床比较早嘛，他们这边很多店铺6点多、7点就开始营业了。就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整个的城市感觉炊烟袅袅的，是那种感觉，非常的有人间烟火气。我们早上上山的时候啊，整个的县城啊，还是一片漆黑，只有路灯，路上也没有什么行人啊。对。上来之后啊，这太阳一出来，整个都不一样了。太阳现在已经整个都出来了。我们这会儿来到了东极阁的另外一侧，这边呢是朝北的，我们可以看到北边的宽阔的黑龙江江面和对岸的俄罗斯。妈呀，这也太近了！和我们这边不一样的是哈，我们的黑龙江的这个南岸，这边是建了一个很漂亮很大的城市抚远市，而对面的俄罗斯那边呢，他们就是原始的风貌，没有建什么城市啊。但是呢，我们可以观察到他们那边的河网明显密布的比我们这边多了。我们这边也有一条抚远水道，但他们那边呢，明显就是一个湿地，或者说是那种三角洲地带、沼泽区吧。你看它那个整个的陆地中间全是河流来回的穿梭。我和狒狒终于完成今天的拍摄了，我们5点多就过来看日出，现在才6点40。对，太阳已经升出来了，但这边已经好亮了。这个下山路也是特别的艰难，雪都没有化。但这个地方看城市啊，角度特好，特别的好，所有都尽收眼底。在中国最东边的城市抚远，观赏完中国最早的日出，下来我们去这个东部边陲小城内看一看。这里的市场据说是最有意思的，去了果然没有让我们失望，所有的东西都摆在室外售卖。严寒的天气让抚远变成了一个大冰柜。我们俩现在在抚远市区内的一条路边，这条路叫福山路。那后面就是我们俩住的酒店，就是那一座带尖尖顶的。大家可以看到那个上面，可能大家都没有看到中文，是先看到俄语的。我们那个酒店的上面中间那块就是写的很醒目的位置，写的俄语。那侧面才用小字写的是汉语，因为抚远呢也是一个中俄的边境口岸城市嘛，所以这边的俄罗斯人以前做生意也特别多。那这边每一家的店铺基本上都是写的这个汉语和俄语的双语。抚远市区不是很大，我刚才看了一下地图哈，也就主要的街道有那么5、6、7、8条吧。然后再看对比一下比例尺的话，那抚远的东西南北基本上也是一个3公里乘3公里，大概这么大一片区域。那我们现在就去抚远的市中心去转一转吧。你看哈，这儿就写的是舶来优品，这就是俄语下面这个。
它这个里面应该是有一些进口的。你看，除了俄罗斯的商品之外啊，还有韩国精品，对，海参啊，俄罗斯的食品啊，蜜蜡、琥珀都有。东北这些店，你虽然看着它是大门紧闭的，其实每个店都是开着的，因为它不严一点的话，对，这个风都吹进去了，特别冷。而且东北这边啊，有很多的店铺都是双层的门，比如我们住的酒店，先拉开一个玻璃门，它里面还有一个玻璃门，两个玻璃门中间有个50公分左右的一个宽度，它两个门也是为了保暖，不然第一个门开，风全都灌进来了。直接灌进来了，要不然就用那种厚帘子。我觉得抚远除了冬季比较冷之外啊，还是挺宜居的。它这个大街很宽，停车位又充足，小区里面地面上全是空的车位，就是冬天冷了点儿。但是呢，抚远的室内冬天暖气烧的又超级热，像我们俩昨天晚上住那个酒店，半夜都热醒了，是吧，涛哥？挺热的。他们那个酒店房间一般会烧到29到30度。现在我们来到了抚远市的一条主街道上，叫正阳路。这边这个正阳路超级长，然后中间跟它交叉的有泰山街、松山街，这边的几个主要的路口就是市中心了。看我们身后这里啊，中国邮政、中国工商银行，还有电信、联通、移动，然后周围还有几个超市。再看看这边，这边是那个 OPPO、vivo， 然后一个大超市，还有一个丘陵一个什么商场吧，基本上就在这一片了。这个抚远市区不大，我们差不多步行也就是半小时就能把这边几个大街道转完了。是啊，大哥。差不多。这个抚远市区跟图门市差不多大，是吧？我们现在过马路，按照惯例，我们先来一杯蜜雪冰城吧。这边太冷了，你看很多的超市入口都是半地下的，感觉这样的是不是能保暖一些？跟新疆有点像呢。对，新疆有好多都是半地下的。我发现啊，网友们还是很有才的。我们俩以前去一个陌生的地方，确实是第一时间搞不清这个市中心在哪儿，但是网友们的方法很有效，他们就说是卖这个手机多的，还有运营商的，还有这种大银行的哈，就说县城这种就是市中心了，真没错。按照惯例，狒狒又点了一杯他最爱的蜜雪冰城，但是这次不一样啊，热的，实在是太冷了，我们再也喝不了冰的了，冰的蜜雪冰城，再也喝不了蜜雪冰城了，现在都蜜雪热城了。对，我们问当地人啊，当地人说以前正阳市场，我们跟前这个市场，它是卖俄货的，以前很多俄罗斯人在这边卖东西，还有中国人，但现在这个不开放了。现在的俄货呢，一是在口岸那儿可能会筹备一个大点的商店，另外又是城里面有很多那种小的俄货商店可以买，就这种大市场没有了。人行道全部都已经冻结冰了，每个地儿都是这样子的。东北，哎，东北人民实在是不惧严寒啊。这边的核桃也是露天卖，这是什么核桃啊？好薄，好像纸皮核桃。怎么感觉来到新疆了呢？对，像是纸皮核桃。你看枣、核桃、葡萄干。对，新疆特产啊！哇，冻梨、冻草莓，这是冻黄桃。黄桃。草莓是第一次见啊！老板，这个咋卖的？15啊。那个8块。这个回去也得泡水里解冻一下，是不？这个不用这么化就行，要不的话就高糖。从屋里化啊。哦。啊。哦。这边还有这个冻柿子呢，小柿子、大柿子。对。怪不得人家说啊，在东北是万物可冻呀。啥都能冻着吃。哎，这是啥呀？丸子、豆腐。啊、这馒头吧？不知道。粘豆包这是。我这白菜也冻成这样了。看，这还能吃吗？这可以吃。这个是什么呀？啊，粘豆包。跟你说，粘豆包，这等于就是个天然大冰箱，跟我们家冷冻室放的馒头、包子一样的冻法。是的。这个是冻豆腐，见过吗？没见过。冻豆腐。第一次见。
就是把豆腐切成块之后，是，我们在西安也做，就拿冰箱自己去冷冻，没人家这个冻得好。我见过很多冻豆腐，但第一次见这种冻豆腐。这个就是东北这边有名的韭菜花，还有辣椒酱。东北就是酱特别出名，也特别的香。是，在抚远这边啊，还有一个西山公园。其实这公园呢也没有太多的建筑和景致，主要就有一个纪念苏联红军的一个纪念碑。然后这个西山公园刚进来就有一个抚远市全景图的一个介绍，有高铁，还有的冬季鱼市、鱼博馆、滨江公园、抚远口岸都在一块儿的，挺近。然后靠近东边呢就是黑瞎子岛，东方第一寿、冬季广场都在黑瞎子岛上。我们明天再去那边，今天就看一下抚远。这个通往纪念碑的路都已经被雪埋着了。因为这边雪实在太多了，就不好清，所以没有办法。太冷了，天太冷，所以就在车里面不出来了。我一个人来给大家拍一拍。这个纪念碑的名字是苏联英雄烈士纪念碑，应该就是纪念当时苏联红军在东北赶走了日本侵略者的一个纪念碑。看一下这个纪念碑上写的什么。苏联海军烈士陵园位于抚远县城西北，风光秀丽，是中俄两国世代友好的象征，也是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45年8月8日，为彻底打败日本法西斯，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第一枪就是在抚远打响的。同年9月，为了纪念在抚远战斗中牺牲的27名苏联战士，抚远县人民政府修建这个烈士陵园。来到中国最东边的城市抚远，哪怕天气严寒，我们也不能错过黑龙江边的景色。冬日的黑龙江已经变成一条巨大的白色冰龙，辽阔的黑龙江江水对面就是俄罗斯。在夏季的时候，江边还有一个码头可以通航船只，让中国抚远和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两个地方的人民到对方国家经商旅行。抚远市是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位于黑龙江省的东北部，也可以说位于我们中国东北的东北。那它是隔着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与俄罗斯隔江相望。那抚远也是黑龙江对俄的5大口岸之一。抚远距离俄罗斯的城市哈巴罗夫斯克只有65公里左右，而哈巴罗夫斯克呢，就是俄罗斯在远东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中心。不过呢，我们中国人一般不把它叫哈巴罗夫斯克，我们一般习惯性叫伯利。那我们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抚远市的滨江公园，也可以叫沿江公园。那沿江公园沿的是哪条江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地图，虽然说抚远这里是位于乌苏里江和黑龙江的一个冲积平原区，但是呢，抚远的市区距离乌苏里江还比较远，因为乌苏里江呢其实是在黑瞎子岛那一块儿，而抚远市的市区这个公园边上的这条就是黑龙江。大家知道哈，黑龙江以前是我们中国的一条内江，它的全长是达到了4400多公里。但是呢，因为历史的原因，目前的黑龙江已经成为中国和俄罗斯的界江了。现在它的长度总长是4400公里，里面大概有3000公里都是作为中俄的界江，那另外的1400公里则位于俄罗斯的境内。就是我们现在眼前所看到的这条江，其实呢，我以前只是听说过黑龙江，从来没有见到过它长什么样子。等到真正站到黑龙江江边的时候，才发现这条江是如此的广阔。像我们前段时间去的哈尔滨城中穿城而过的松花江，以及呢我们就是前段时间一直沿着那条江往北的那个乌苏里江，都是黑龙江的支流。那如果说黑龙江还是我们国家内江的话，它应该是仅次于长江和黄河的中国第3大江了。我和狒狒就沿着这个沿江公园在这边逛一逛，在抚远市区里面。
我们是第一次见到黑龙江啊，就是感觉黑龙江的宽广是比我们想象中的要更甚的，甚至比前几天见的乌苏里江啊和松花江感觉要大一些。当然啊，那现在这个黑龙江到了这一块儿，已经是处于一个中下游的位置了，本身江面就宽一点。但是这个依然是超出我们想象了。我现在目测一下哈，从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到对岸的俄罗斯，中间的这个水道的宽度最少是超过2公里的，甚至有3公里这么多，非常的宽。是，其实大家可能对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没概念哈，其实我们站的这个位置就是边界线了，基本上。我们的边境线其实就在下面，就是大家看那个黑龙江的江中心有一道铁丝网，那个是黑龙江主航道的中心线，也是作为中俄2个国家的国界线的。那我们现在站的这儿就是我们在抚远这陆地的一个最北了嘛，再往北边走就是已经是出了那个铁丝网了，那个圈了。那现在这里已经是到最边上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侧，这边就是抚远市的市区。然后呢，这边就是一个木栈道，下面就是黑龙江，江那边就是俄罗斯，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抚远的这样一个地理的位置。这是游人能到的最北的地方了。你看狒狒前面这一块就是铁丝网，哎，这上面还写字了啊！是的，看看写的啥？这边写的是边境作业，小心越界，越界违法，违法必究。边境作业，因为我刚才看到啊，江面上还有一个大哥，好像在那边，不知道是打鱼还是捡垃圾，一直弯着腰在那工作。就他那个就属于边境作业嘛，一不小心就容易越界了。是的，抚远这个城市虽然很小，也是一个县级市，但这城里面建设的还是不错，尤其它这个公园吧，还很漂亮。你看公园还有这种，除了木栈道，还有这种四交跑道。抚远呢，因为它地处我们中国陆地的最东端嘛，那这边的经度大概是东经134，东经135这样子，所以呢，这里也是我们整个中国日出日落时间最早的地方。那这边的时间呢，大概比北京是要早1个小时的。大家都知道哈，夏至那天是我们北半球日出时间最早的一天。那夏至前后，抚远这里的日出时间是凌晨的2点10分。而去年夏季，大家都知道，我们那会儿在新疆的帕米尔高原那边呢，夏季11点半啊，晚上11点半才天黑。所以呢，我和文涛去年在新疆，我们经常是11点多才吃晚饭，2点我们还没有睡觉。而最东边的抚远天已经亮了，早市已经开始了。而冬天的抚远呢，天亮的也是比较早的，这边在冬至前后，也就是5、6点钟天就亮了。而新疆的乌恰到冬天应该是10点多才天亮。但是与此同时呢，抚远也是我们国家天黑的最早的地方。像这边在冬至前后啊，下午的3点多就日落，3点半就黑透了。说到这里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起我们小时候语文课本里面学的那一句，当帕米尔高原还满天星斗时，乌苏里江畔已经迎来了五彩朝霞啊！我们的祖国多么广大，就这一句，大家有没有印象？大哥，这能下去吗？这江中心那就不能过去了。那嘎达不挡着吗？铁丝网是吧？哎，我那么就不行过了。那边就俄罗斯了哈。哎，对，那我就不让过。那边不让过了。也不让过那嘎达，拦着呢。哦。搁这铁丝网拦。俄罗斯51海关呀？那这往这么来。哦。大船往这来。那咱们也能过去了？也能过去了。哦。那从哪儿来，大哥？从口岸来是吧？啊，对。口岸是不是在那边？对。那咋过来？是有个桥还是坐船？坐船。坐船过来。哦。100来里地儿。哦，坐船过来啊。大船。大哥，咱这岸到他们的岸边，这有2公里宽没有？有吗？有了。啊。这看着老宽了，这个。这就3里地，3、4里地。哦。这能捕鱼吗，大哥？一半是咱的，一半是他的，给当价算。这线呢？这线不算跟老毛子中介。哦，对对对，中间还有点缓冲的是吧？对。哦。这嘎子咱们是当兵的，边防兵就是挡的，就怕疯子了、人了过去。还有人过去啊。大哥，抚远是不是夏季的时候2、3点就天亮了？那
2点钟就亮了。2点多就亮了。亮。那这边人还睡觉不来，2点就亮了。真2点就亮了。那有那小年轻2点还没睡呢，那天亮了得起来了又。那大哥，你晚上几点睡觉啊？啊？你晚上几点睡觉啊？俺晚上也得个8、9点钟睡觉。哦，8、9点。8、9点也挺早的了，我们就是那种2点还没睡的人。是的。大哥，这江里有鱼吗？这江里有。啥鱼啊？红鱼。红鱼哦。红鱼是不是就是那个鲟什么鱼？夏天人家有打鱼的那船儿，有打渔船。你们这儿太冷了，大哥，最冷多少度啊？这30来度。30来度啊，有能到零下40度吗？给我冻的手都冻青了，太冷了这儿。哎，大哥，你说这江是咱们跟俄罗斯的界江，那这鱼咱们能打吗？能打，咱搁咱这边打，过人那边不行。哦，在咱这儿坐码头，然后坐船去他们那儿哈。对，伯利，100多公里，大哥说。啊，100多公里。啊。顺着黑龙江往下走。对，就是往下走。对。哇，旅游也行，当天旅游也行，当天起票了，坐车，坐那船去旅游，也搁那老毛边上。对。那该那蛤蟆你都看着了。哦，挺好。你去过那边吗，大哥？去过。好玩吗？还行。还行。俄罗斯女孩漂亮吗？漂亮。哦，那些人在上面不会掉下去吗？对，也有漂亮的，也有不漂亮的，是的，跟咱差不多几个。我们刚才跟那个东北大哥聊聊天，那东北大哥特别的健谈，跟我们聊了很多当地有意思的事情啊。对，我发现东北人都既热情又健谈，然后跟我们聊了很多，就是你去看视频和看书是看不到那些东西，特别好玩。然后那个大哥还跟我们说呀，说是夏天的时候啊，往年夏天的时候，有好多俄罗斯人就从口岸过来到我们这边来玩，说有很多年轻人啊、老人啊都来这边来玩。不是，大哥的原话是这样子的，大姑娘、小媳妇儿对都来了，对，挺好的。大哥说他也去过那边，我们现在就去看一看俄罗斯人来我们这边要过的一个口岸，叫福原口岸。看这个口岸是什么样子。前面还有一个像码头的地方。哦，对对对，哎，这大哥说了嘛，说这就是我们这儿的码头，说从这个码头坐船往下沿着黑龙江往下走100多公里，到了伯利。对，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哈，你就比如说像中朝的那个图们口岸，对，或者说中俄的其他的口岸，它一般是有公路桥的，或者铁路桥这种。但是大家有没有观察到这个福原口岸这里啊，就我身后这儿。这个江面上是没有任何的桥梁的，公路、铁路都不通，唯一就是船舶是可以的。我们现在来到了口岸的旁边，有个指示牌，指的是这里面几个比较重要的景点，有个西山公园，还有边民互贸中心、东极阁、大丽家湖。哎，从这儿进去不就是中国边检了吗？是吗？嗯，但我们现在还看不到口岸的正门，正门应该在里头呢。对，应该就是那个。咱们去里边瞅瞅吧。走。应该又是这一栋大楼了，办公楼了，挺好玩的。我们第一次见水运的口岸。我有点怀疑哈，它这个正门就是这儿，对，但是它上面的字儿还没有弄上。是。正常的话，这不是都要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原口岸什么类似这样的，但这边还没有写好。你看，它这个边检和海关已经都修好了，对，就在这儿。边检海关是的，所以这个地方的正门应该是这一面，它不可能朝着后面那排矮房子，是应该是朝大路的。你看这四周还都是工地围起来的挡板，肯定没有建好呢。对，基本建好了，不就差最后的一些措施了。对，其实福远这边最重要几个景点都在江边，看我们这个口岸是在江边，然后那沿江公园在江边，这里呢还有一个地方叫做渔博馆，好滑。这里在玩冰，就是前面这个很漂亮的俄式建筑吧，是渔博馆，里面是展览了各种淡水鱼，有活的，有标本，不知道开了没，而且据说是要门票，要门票我们就不太想去了。福原感觉也是个山城哈，一路走来的各种上下，因为它这儿是一个三角洲嘛，它一个三角洲那个。冲积平原的话，就是靠江边的地方地势比较低洼，对，然后越往上面越高，而且福远这儿有一个东极阁，在一个小山包上，所以它整个城市是略有起伏的。
在抚远的这个口岸的旁边，我们发现了我们中国的258号界碑。如果大家以后来不好找的话，直接导抚远的口岸或者导鱼博馆，就在鱼博馆大门的正对面。其实呢，这个位置立碑的位置倒也是蛮好的，因为旁边又是江边了嘛，基本上是在陆地的最边缘立着呢啊。来拍照打卡。我们刚刚从抚远的室内，然后进到餐厅里面了，它还冷了，那个风哦，溜溜的，太大了。因为抚远的市区离黑龙江那条江啊超近，虽然这儿离黑瞎子岛还有点远，但它旁边就是黑龙江。哦，所以江上风大是吧？啊，而且你想啊，乌苏里江是汇入黑龙江的，黑龙江是更大更宽的一条，所以整个抚远市市区既冷风又大。我刚问老板，我说老板你们这儿风是不是每天都这么大？老板说，不是每天都这样子吗？哎，我们都习惯了呀。你们去东北别的地儿没那么大的风吗？哦，哎呀，奔波了一天，我俩总算是吃上饭了。对，东北这个菜量是真大。你看我俩点了一个这个火锅鸡。对，你看跟我的手我手算很大了，跟我手对比一下，可以跟我的手机比，苹果手机比一比，这么大一份啊，超大一份，而且还挺便宜的。我买这一锅火锅鸡，还送了一篮子菜，还有俩米饭，一共才70块钱。对，70块钱。但是这抚远那边那吃鱼好像特别的贵。没事儿，我们可以在当地买那种生的鱼，然后找店去做也行。是的，抚远那边鱼很出名是吧？哇，太好吃了这个鸡，快吃吧。吗？我也尝尝。我们这饮料是前天放在车里的，然后今天在车上待了一天都没有化开，就这么冷。现在还是冰块呢，不知道能不能化开。哇，我和狒狒刚出来吃完饭。哇，耳朵疼。太冷了，快走吧。太冷了。我的妈呀！已经这个季节了，抚远还这么冷啊！今天的气温是-25。我看漠河是-31，怎么办？看我这发型，快走吧！快走吧！我衣服没有拉着，风吹得呼呼的，妈呀，瑟瑟发抖。这边不吹风还行啊，一吹风感觉小刀割脸了。对，啊，受不了了。太冷了，太冷了，太冷了！其实我不是很想戴那个熊头，因为那个有点丑，但它真暖和，它保暖太厉害了。狒狒在车里面，它冻成这样子。这个抚远-20多度还好，还能忍，但是它这个风一吹，根本就不是，我感觉根本不是人能扛住的这种温度。疯了，我已经快疯掉了。我俩要去酒店了。这个天气冷的人想哭。酒店走体。我本来还很想给大家推荐冬季冰雪游东北啊。我收回这句话，大家以后冬天千万不要来东北了，太冷了。我们终于吃完饭到了抚远酒店，外面太冷了，回到酒店里面真的太幸福了。哇，这个暖气片太温暖了。暖气可以哈。哇，你看啊，东北这边这个房间的墙都特别厚，你看这边。这里面大概有40公分，对，外面还有个10几公分，这整个加起来得有60公分了。是的，这个墙，因为我们到了东北之后，我们本来没有留意到墙哈，我们到东北之后就发现每个酒店的窗台都特别的宽，就像我们那飘窗一样。就每家的酒店，它房间再小，它总有一个大窗台给我们放东西、放书包什么的。后来我们观察了一下，发现它的窗，它这个墙体整个非常厚，是，所以它的窗台才能这么宽。咱们那边的窗台就这么窄一点点，一般是吧？是，只能放个杯子啥的。它这完全可以放电脑什么都可以。是的，因为我们有时候住的酒店比较便宜嘛，所以它那个酒店小。对，有时候我们就住一个14、15平的酒店，然后进去之后呢，它只有一个电视，下面有个板儿，木板儿，能放个杯子。对。那后来我们就发现，无论你订的酒店房间多大，它窗台都很宽，对，都有地方放东西。就本来就是我们有时候订酒店的时候啊，30平的要贵嘛，15平就便宜。本来我们就找的是大房间，后来发现订小房间也够，因为它有宽窗台。是的。哇，太冷了！
这个点儿才刚刚8点，福远大街上已经没有人了。大家看一下这个整个大街，感觉真是冷啊！福远太冷了，每个人都在屋子待着。哎，终于到酒店了，那我们俩要准备休息了，睡一觉，然后明天或者后天去给大家拍一拍我们中国的冬极。好了，大家晚安。